我特别喜欢台湾美食的名字，比如说有点黑暗，有点残酷。我真的不懂，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不工作各方面的有帮助到你的事吗？当然就是我现在就是靠我吃饭。Hey guys, welcome to Mandarin Speakers. My name is Jenny Luo. I'm the producer of this series. In this episode, we talk to several people whose Mandarin is so fluent that they often appear on TV shows or in online content you may have come across. How did they reach such an impressive level of proficiency? Let's find out what goes into mastering Mandarin at this level. 我叫光头哥，我的英文名字是 Evan Danger，我是一名生活在台湾的双语单口喜剧脱口秀演员。为什么开始学华语啊？在美国的时候是什么机缘让你开始想要学华语？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在高中开始学习中文，因为当时候我可以选择学习法语、学习西班牙语或者中文。我觉得法语、西班牙语超级无聊，没有什么用。当时候大家都在开始说，如果你开始学习中文，以后可以搬到中国去，会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OK， 那中文应该比较有意思然后我是2005年第一次去中国，觉得哇，那个地方超级酷，应该大学毕业以后要搬到那里去工作。Hello， 我是小麦，我是美国人，我来台湾已经10年。我来自西雅图，我学中文差不多15年。你是为什么来台湾的？大学毕业后，我就打算要去中国学习。然后我一个高中同学他说 ：“Isaac， 你去台湾比较好吧？因为我觉得你会比较喜欢。”然后我就去了2个礼拜，然后结果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刚好我在美国继续学中文的过程中，我遇到一些台湾好朋友，他们算是我的有一个概念叫语言父母，他们一直陪我聊天，然后就鼓励我给我很多支持，所以那时候也很自然就开始想念台湾。如果你有看过中文怪呢，你就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是冯世博，然后我来台湾已经有12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学习华语啊？我姐姐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搬进来我们家，就跟我们一起住5年，所以他其实就有点像我一个就是台湾的亲生哥哥。然后那时候12岁的时候，他开始教我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会 //，然后他们拿了一本书，就是那种给小朋友看的，所以他有中文字的，旁边有 //，然后我看了大概第一句，我把它关起来，再也没看它。所以那时候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都没有之前我都没有碰过中文。中文名字叫诺言，承诺的诺，尊严的严。然后我是美国人，我是在中国大陆念大学的，然后在台湾念硕士学位的。是什么契机之下让你决定来台湾学华语？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那个时候是刚开始，大学4年级的时候，在墙外的朋友会跟我们讲，你们那边好像蛮严重的了啊，好啊，那我就可以去邻近的国家，所以我去了，然后台湾也不会，美国人是免签入境，所以我觉得很方便。结果我一路下来待了4年多，然后还念了一个硕士学位。My name's Brian.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ve been living here in Taiwan for 16 years. Why did you start learning Mandarin? 我高2那一年，我的班上有一个同学是来自台湾，就会一直问他，那这个中文怎么讲？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这样子继续。他给我一些连续剧啊、音乐啊，然后就觉得，中文好像是蛮有趣的，然后就继续学下去。所以你学了华语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非常大的变化。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中国去，走到那个疫情的时候，就感觉我15年前爱上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非常喜欢学习华语，非常喜欢中文的文化，不知道还可以去什么地方。然后我的朋友们都说，去台湾吧，就是中国的文化和自由和民主主义和
棒球，就说 OK 可以，先来体验一下，然后就是立刻爱上了这里，立刻觉得 OK， 这是我新的家。你学了华语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超大，完全不一样。我如果没有，就是我学华语，所以我可以在台湾生活，所以我的人生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我真的不懂，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不学那边的语言，我不懂。这不是就是不用说别人会怎么样，你这样子你是对不起自己，因为这样子就会受非常大的限制。华语对于你的工作各方面的有帮助到你的事吗？当然就是我现在就是靠我的中文吃饭。我现在的工作之前我在TaiwanPlus，也是因为我会讲国语，因为他们需要会看台湾的新闻的人，有时候要做一些翻译。TaiwanPlus虽然它是一个英文的新闻台，所以我们出来的新闻都是英文的，但我们还是要看当地的中文，还是要知道了解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那之前我在 ICRT 的广播电台当新闻主播，也是因为我会讲中文，我没有学过新闻，我没有学过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会讲中文，会讲英文。然后当时那个 ICRT 的老板觉得我的声音很适合当主播。学了华语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本来没有打算留在亚洲这么久，我待越久就越喜欢，然后包括文化呀跟生活方式，我都比较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节奏比较慢的一个人，礼仪啊这些东西，我做华人蛮有礼貌，就讲究礼貌，对我蛮喜欢这些传统的东西。学华语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很多啊，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几乎都是因为我会讲中文啊。之前可以上电视节目，也是因为学中文，然后可以经营自己的 YT 频道，也是因为中文。像我现在的伴侣，也是因为会讲中文才会在一起，所以真的是我大部分都是因为会讲中文。从英文学华语的时候，你碰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各方面都很难，是记得怎么写繁体字很难。有时候我的发音不是很好，有时候会忘了是哪个声调。我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我就是非常喜欢学习华语。你当初学习华语的时候，你觉得碰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学语言，那或许我如果要学法文，可能勉强还是可以过得去，但因为中文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要知道怎么学。从你的母语学华语的时候，你碰到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啊？发音蛮难的，有几个音到现在现在好像还好，但一开始我就是居猪虚书可能会搞混，有一些时候会搞混，对这些东西会搞混。现在好像还好。从母语学华语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母语是西方国家的语言，我们是一个句子里面它的音才会有变化，所以我觉得音调、声调这个是第一个最难的。然后另外一个也很难的就是国字，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一看到一个字就猜它是怎么念。最有印象、最喜欢的词啊，或者是句子是什么？就是我特别喜欢台湾美食的名字，比如说猪血糕，我觉得这个菜的名字很有意思。还有在台南，有另外一个菜叫做棺材板，这个对我来说听起来很 metal， 就是 coffin bread、pig blood cake， 真的很酷，很有点黑暗，有点残酷。那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中文字或者是词是哪一个？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讲一句话，然后最后他讲诸如此类，然后我听到就是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去查，原来呢就是之类的意思，可是这听起来比较高级。然后我很喜欢他诸如此类，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刚好是4个声调，1、2、3、4，诸如此类。你有没有让你最有印象深刻的词？它是我第一个学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成语课，它里面我们学到一个表现，我就觉得我一直记得，虽然它很强，而且我几乎都用不到，那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就觉得这个
超有画面的。最印象最深刻的词还是生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喜欢笔画多的字，因为我觉得很酷，像饕餮会吗？饕客的那个饕，然后饕餮，餮也笔画很多。它的意思就大陆人会用它来形容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就一个吃货的意思。天哪，我们跟你学华语耶！啊，学起来，学起来。还有，你们知道那个西安的 biang biang 面吗？就那个 biang 字，你有看过吗？那个东西没有。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字，但它里面有各种汉字组成的。最深刻的中文的词或字是什么？在台湾，你觉得最常讲哪一句话？就我觉得语助词几乎都是会用到的啦，就啦，嘿啊，就没办法，屁啦，就感觉最常用到啦。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learning Mandarin? 有点像他给我机会重新投胎。我们人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怎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出生长大，但是我觉得学语言很像重新度过一个童年一样，差别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们想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语言、跟谁。学中文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也给我很多机会可以成长，让我的内心也可以成长。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andarin? 神奇，痛苦。我觉得学习的过程蛮痛苦的，但也很有收获，我很喜欢。我到现在每天都在学。你可以想一个词或是一句话来形容你跟华语之间的关系。秘密武器，就是很多的那个店员，他们就开始跟他讲，你看他我不会讲英文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我会讲国语什么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放心，然后他们开始笑，然后觉得真的蛮好玩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跟华语的关系，应该是有爱有恨，有点像给我另外一个个性嘛。因为我讲中文跟讲英文是有不同的幽默感，然后也感觉是可以表达一个不同的自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爱中文，但是有时候有够烦了。如果是一个美国人没有学过华语的话，他现在想要学华语，你会推荐他去中国还是来台湾？应该是来台湾，因为我跟你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热爱3件东西 ，OK？ 一个自由，第二个苹果派，第三棒球。台湾都有，对，所以我当然可以推荐我的美国朋友们来台湾。因为你已经有去过中国大陆的经验了，那你会推荐来台湾学华语吗？我觉得重点不是对，就是适不适合学语言，重点是你想要在哪里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中国很适合野心很大的人。如果你很在乎市场大不大。如果你想要赚大钱，那当然那边的市场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比较重视生活品质，或者是人跟人的关系，我觉得可能这边会比较自在。对我来说 ，Philip 身边有一些西方的朋友，他们想要学华语的话，你会推荐来台湾吗？为什么？我一定会推荐他们来台湾。他们来台湾的话，就可以就是经历过跟我一样的那种经验。然后我觉得台湾的老师们都很优秀，而且我本来就有这么多台湾朋友可以介绍给他们认识。哦，所以就是在方便性跟环境友善的状况下，觉得台湾是一个很适合学华语的地方。对，我觉得是蛮完美的。怎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合来台湾学华语？我觉得是看个人。真的是看个人，就算你的身边的台湾朋友，他们会坚持跟你讲英文，你也可以坚持跟他们讲中文，就看谁的意志比较强。你会鼓励其他人来学华语吗？会啊，而且我觉得台湾其实是特别适合大家来学中文，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台湾人的口音比较容易了解，不会像一些大陆的方言比较难懂。那第二就是因为台湾都是繁体字，我觉得如果你先学繁体字，你后来会发现看简体字其实是看得懂的，虽然你没有学过。所以我觉得台湾特别适合来学中文。Hey guy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episode. If you enjoyed the content, please like this video and comment down below and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Learn Mandarin with TaiwanPlus because we have more Mandarin learning contents waiting for you.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Bye bye.